有些狗天生就将人当成捕杀的猎物。男人痛苦地跪在地上，袭击者虽然被牵制住了，但却异常亢奋，嘴里也发出刺耳的尖叫。扒开裤腿一看，男人的小腿已经被恶犬用尖牙咬出了好几个大洞，伤势非常严重。但一旁的同事却表现得异常淡定，因为他们对此早已经习惯成自然。这家动物保护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与成百上千只狗打过交道，可唯独这一只恶犬让他们所有人都发怵。不久前，他们从狗肉馆就下了它，当时的它已经被剃光了毛，如果再晚1分钟，它就会被厨师剁碎做成狗肉汤端上餐桌。这里的其他狗都是2、3只住一窝，只有它自己住单间，笼子外边还用红纸标注了请勿靠近的警告。因为工作人员至今也没有摸清楚它的秉性，有时只是跟它打个招呼，都能使它显露出超强的攻击性，可在它凶狠的外表下，又会开心地对着工作人员摇尾巴。大家都不理解它这种迷惑行为，但从他们以往被咬的经验来看，即使它的尾巴摇成螺旋桨，也不能靠近。这个女生前不久就吃了一吃亏，在给她清理卫生的时候，狗狗一直冲她摇尾巴，她天真的以为狗狗是想跟她玩耍，没想到刚一靠近，狗狗就对她展开了疯狂的撕咬，把她的小腿咬出好几道伤口，这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。现在只要看到这只恶犬，就会浑身颤。如今给他打扫卫生成为了他们最头疼的事，至少要5个人互相配合才能完成。工作人员表示，以往他们接触的狗狗虽然多少也会有些攻击性，但他们大多是一边吼叫一边后退。然而这条狗却跟他们明显不同，它是真的会直接扑上来撕咬。为了不再被攻击，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普通的训练不仅控制不住它，反而会激起它更加强烈的攻击欲望。现在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众人的人身安全，大家只好向训犬师发出求助。训犬师今天的表情也是少有的凝重，狗狗摇尾巴是表示开心的意思没错，这条狗也不例外，但它的开心却是眼前出现的工作人员。它是在人群中挑选要捕杀的猎物，琢磨今天应该杀了谁才会让自己更开心。比如人类中有反社会人格的人，那这条狗就是反社会狗格的狗。要知道这条狗目前才7个月大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如此凶狠，如果继续这么放任不管，等它到了3岁进入壮年，那它绝对是魔鬼一般的存在，因此对它的改造已经迫在眉睫。节目组针对此次事件也在社会上做了一次街头采访，采访的人群分为2种观点，有人认为伤了人的狗就应该被惩罚，应该立即执行安乐死或者送到狗肉馆供人们大饱口福，另一方则持反对意见，他们觉得安乐死这种方式太过极端，狗狗应该接受正规的改造训练，改变它存在的恶习。训犬师认为2种观点都很有道理，不过对于这只狗，他要站在实施安乐死的一方，抛开狗狗存在的问题不谈。所有人都只认为安乐死是件残忍的事，可大家却忽视了一直被咬的工作人员，獠牙不咬进自己的肉里，永远不知道疼。如果对他咬人的行为继续放任不管，工作人员被咬伤的悲剧只会不断的重复上演。随后训犬师来到了狗狗面前，由于它的攻击性太强，很长时间都无人敢靠近，狗狗心中压抑许久的暴力无处释放，竟把怒气发在了自己身上，把身上的毛发咬得破败不堪。当训犬师看到女孩腿上严重的伤口时，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直言，哪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咬成这副惨状，都不可能不心疼。如果女孩是他女儿的话，他真的无法承受。触目惊心的伤痕也说明了这条狗的残暴程度，他是真的想把人杀死。这种狗已经没有继续养的必要了。训犬师建议马上为他执行安乐死，但保护所的负责人却不同。他觉得狗狗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，跟他之前在狗肉馆险些被杀的经历有关。那段痛苦的回忆让他对人类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，所以才会毫无缘由的攻击任何人。眼看负责人态度坚决，训犬师只好尝试训练。进门后，他没有一点好脸色，怒目圆睁，恶狠狠地瞪着狗狗。狗狗也是丝毫不惧，朝着训犬师用力狂吠，看起来异常凶猛。紧接着，训犬师尝试用套索牵制住它，狗狗也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展开攻击。虽然提前预感狗狗会发动攻击，但它穷凶极恶的样子带来的扑面而来的压迫感，还是把女孩吓得一动不敢动。与此同时，狗狗还在疯狂地持续进攻。突然，它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把头扭向一边，随后移动到训犬师触碰不到的角落。训犬师思考片刻后，让身旁的小哥去拿护栏，接着他一手一个武器走进狗舍。有护栏的加持，狗狗很快就被逼到墙角。他也再一次奋力抵抗，一人一狗再次陷入僵持。训犬师一边压制狗狗，一边指挥窗外的人配合自己。很快套索就套上了狗狗的脖子。安全起见，在外出训练前一定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可以消耗掉狗狗很多体力。此时被压制许久的狗狗终于忍无可忍，彻底暴露了凶残暴虐的本性。它一边发出刺耳的吼叫，一边剧烈抵抗。训犬师继续用套索对它进行压制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狗狗在挣扎几下后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。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它已经放弃了抵抗，外面的女孩也要解开用来束缚狗狗的绳子，但经验丰富的训犬师一眼就看出了狗狗的心思，赶忙制止了女生的行为，让她赶紧把绳子绑好。
狗狗此时看似乖巧，但其实这都是他刻意伪装的。如果众人一旦放松警惕，把护栏撤走，他必然会发起偷袭。训犬师将计就计，让小哥后退。果然，狗狗真的瞬间跃起意图攻击。幸好训犬师早有准备，再次用力把它压制到墙角。通常如此高强度的压制，狗狗的尾巴都会卷进屁股里，表示害怕。但这条狗却没有，反倒看上去还非常的生气。训犬师这时才发现，套索的杆子居然早已受损变形。双方就这样继续对峙了2个小时，狗狗的攻击性依然强烈。4个小时后，由于双方体力都消耗过大，训犬师选择退到了狗舍前，因为他发现套索竟然被活生生的弄断了。训犬师看着眼前的恶犬，陷入了短暂的沉思。接着他拿来一根绳子，还算顺利地套在了狗狗的脖子上。经历了如此高强度的压制，它的尾巴依然没有放下。训犬师说，以后带它出来就需要佩戴2根绳子，一个人走在前面拉，另一个人在后面拽，2人相互拉扯下，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出来后，2人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，狗狗一旦挣扎，2人就迅速拉紧绳子牵制住它，画面也开始变得触目惊心。Thank you。狗狗在奋力抵抗时，还意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，地上滴下成片的血迹。30分钟后，狗狗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又开始拉稀。紧接着，他们把狗狗固定在栏杆上，训犬师要尝试为它佩戴嘴套，狗狗立马对它啃咬，发出警告。这时，训犬师又拿来一根细绳，打算用绳子绑住它的嘴。但恶犬怎会如此轻易屈服？没办法，训犬师只好再次拿出护栏进行压制。这次恶犬终于被成功束缚。接着，训犬师开始为它佩戴嘴套。就在成功戴上嘴套后，狗狗再一次奋力抵抗。即使训犬师马上拉高绳子进行压制，也还是没能阻止它扒下嘴套。训犬师只好又更换了一款嘴套。没想到他的手刚一靠近，狗狗就迅速展开攻击。然而画面一转，嘴套已经被戴了上去，画面再一转，狗狗已经被整个压制到围栏上。这其中被掐掉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成功佩戴嘴套后，在场的每一个人表情都十分凝重，并且狗狗的后半身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绳子的束缚。最后，训犬师用水管为狗狗简单的冲洗了身体。训犬师提醒他们，现在可不能看着狗狗落魄的样子就心软，他咬起人来绝对不会客气。果然还没走几步，狗狗就又想摘下嘴套。这次他被管制后，嘴中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。随着几人走到户外，训犬师也将绳子交到了小姐姐手中。他告诉2人要抓紧绳子，一起移动，一定不能大意。现在狗狗变老实了，是因为它佩戴了嘴套。要想让它彻底改变，最少还要以今天这样的方式训练2年半。看着趴在地上颓废的狗狗，它乖巧的样子和其他狗一样，可怜的模样确实容易让人心疼。通过训犬师几人长达8小时的训练，狗狗终于勉强的精疲力尽了。最后，训犬师找到了保护所的负责人，为了避免狗狗再惹出祸端，训犬师建议绝对不能让它重新走进社会，它要一辈子拴在这里，洗澡、剪指甲之类的事都不要做，只需要给它提供基本的吃食，定期清理粪便即可，尽可能避免让它和工作人员接触。如果那个女孩再被它咬伤一次，他会联系狗肉馆老板上门取货，到时候谁拦着都不好使。 사회에 안 나갔으면 좋겠어.